怎么了？温泉池里，两位姐姐都问道。苏无忌连忙把手机从池子里捞出来，说道：没什么没什么。他试了试，手机泡了水还能用，于是怀着极度怪异的心情给月格格回复了一条信息。自己人不客气。他其实还挺想问问给岳冰凌做柔式按摩的妹子身材怎么样，问问她的身体到底有没有起反应，但想想还是强行忍住了。在两位姐姐的吸引之下，苏无忌还是放弃了今天晚上对小财物贴脸输出，而是选择来温泉池泡个澡。此时龙清河穿着的是一件纯白色的连体泳装，连一丁点的花纹装饰都没有，甚至连泳裤都是平角的，这是极度保守的款式。苏无忌并没能看到所谓的高开叉泳装，心中略有遗憾，毕竟还没见过俏俏姐身上最俏位置的肌肤质量怎么样。但俏俏姐的本钱可是极好的，所以哪怕再保守的泳装穿在她的身上，也仍旧有着极为强烈的美感，比其他低胸装的同性更有杀伤力。而童幽柔则是穿着一套高腰分体式的泳装，淡黄色的布料和她雪白的肌肤无比相称，只是这泳装的腰间还自带一条短裙，这样一来，裙摆沾了水便贴在大腿上，款式的保守程度简直和龙清河身上的那一件不遑多让。但即便如此，苏无忌还是觉得自己的眼睛有些不太够用的。童幽柔这位极度干练果断的女强人，一旦脱下了西装换上了泳装，所产生的反差感实在是强大到极点。这私家温泉池的面积不大，3个人一起坐在里面，都有些腿碰着腿了。苏无忌一直处于强烈的不淡定之中。话说你俩怎么不去按摩？他咳嗽了2声说道：来之前不是说好了一起做 SPA 的吗？龙清河笑盈盈地看着苏无忌：你就这么想和姐姐们一起做吗？这位当红主持人的俏脸红红的，也不知道是由于温泉水太热了，还是由于和苏无忌贴得太近的缘故。苏无忌哈哈一笑：那是当然，你们俩长得这么漂亮，我还想着大备同眠呢。龙清河轻轻掐了苏无忌的胳膊一下，童幽柔则是在水下不轻不重地踢了他一脚。就知道口嗨。而这时候苏无忌的手机再度响起来，一看来电，居然是萧音磊。我正在和2个大美女泡澡呢。苏无忌说道：这个时间点打电话来有什么事？你在哪里泡澡呢？怎么还不回来？从电话那端传出来的并不是萧音磊的声音，而是小格磊。苏无忌呵呵一笑：怎么，本老板还需要向你报告行踪吗？你只是个小财物，最好摆正自己的位置。小格磊又问道：你身边是哪2个美女？童幽柔和龙清河。苏无忌：是谁关你什么事？我打赌输了，要履行赌约。小格磊说道：我知道呢。苏无忌说道：呵呵，看你平时嚣张的样子，你等着吧，明天我用500万打你的脸。小格磊哼了一哼说道：你再不来，我可就不等了。我的赌注只在今天晚上兑现。苏无忌没好气的道：那可不行，你这不是在耍赖吗？你爱来不来？小格磊的语气里满是不爽。我都给你接好洗脚水了，连我爸都从来没让我给他洗过脚。萧英雷在一旁说道：小格磊还说要给你捶背捏腿。苏无忌一下子从温泉池中跳出来：
你们给本老板等着，我现在就回去。随后他对池中的2个大美人说道：你们先泡着，我要回去好好修理一下那个小财物。然后他居然就这么跑了。童幽柔看了看苏无忌，又看了看龙清河，摇头笑了笑。清河，你费尽心思这么留住他，还是失败了。显然他早就已经看穿了龙清河的雌竞心思。之前在吃饭的包厢里，又是问小财物漂不漂亮，又是问要不要一起按摩一起泡温泉的，司马昭之心都快写在脸上了。龙清河其实稍稍有点挫败，那个小男人对修理小财物的兴趣居然比跟2个姐姐泡温泉的兴趣还要大。难道说他喜欢更年轻一点的？龙清河挪到了童幽柔的身边，斜斜一靠，直接枕在了她的胸口上。柔姐，你可别光说我了，我以前可从来没见过你愿意跟哪个异性一起泡温泉的。童幽柔打了龙清河的大腿一下。别乱讲，我可从来没把无忌当成过异性，我只把他当成了弟弟而已。龙清河用后脑勺在他的胸口蹭了蹭。你长这样子，苏无忌可不一定能按捺得住。男人啊，哪个能真的对漂亮姐姐不感兴趣的？不，有些人看似平易近人，实则高不可攀。童幽柔想着这2天以来所经历的事情，轻轻摇了摇头，眼神里有着平日里很少在他身上所出现的复杂感，补充道：和他相处久了，真怕自己成为了他的附庸。龙清河听了这话，深深看了一眼童幽柔，随后抬头望向夜幕，眼眸微暗。由于这泡温泉的地方有点远，等苏无忌开着普桑回到了皇后酒吧，已经是2个小时之后了。此时还是皇后的营业高峰期，门口停的都是各式豪车。他甚至没有注意到有一台黑色的劳斯莱斯幻影就停在旁边的过道上。有财务人在哪里？他打开自己的房门便说道：让他来给我好好洗洗脚啊。萧英磊正在房间里，他说道：老板，等你等久了，小财务心里不爽就先跑了。苏无忌倒也没当回事儿。这小丫头还来脾气了，等明天我再修理她。萧英磊扶着苏无忌坐下，站在他后面，给他捏着肩膀，按着头，似乎就某一件事情想了好一会儿，才开口说道：老板，小格磊知道打赌输了，今天晚上他又涂了口红呢。苏无忌满不在乎地说道：涂了口红又怎么了？还不是顶着一个鸡窝头。这个小邋遢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变成一个女人呢。萧英磊轻笑着摇了摇头：除了这2次之外，老板，你还见过小格磊什么时候涂过口红？对于他来说，这真的已经算是化妆了。苏无忌轻轻嗅着身后女人身上的清香，说道：然后呢，天天穿着大裤衩和运动鞋，跟个高中生一样。萧英磊轻叹了一声：他今天晚上还换上了小裙子和高跟鞋呢，然后从晚饭起等了你5个多小时。苏无忌听了猛一转脸：真的假的？萧英磊点了点头：当然是真的。苏无忌忽然觉得有些不真实，犹豫了一下，随后说道：那我刚刚的那几句话是不是有点过分了？萧英磊轻轻点点头：是有一些，但老板是直男，女孩子的心思总归是有些难猜的。也许小财务已经不知不觉变成小女人了。苏无忌立刻起身说道：他住哪里？我去找他去。萧英磊红唇微张：老板连他住哪里都不知道。苏无忌一脸无辜：确实不知道啊，我天天这么忙，哪里能关注到这种小事儿？
肖英磊无奈地摇了摇头，拿自己的老板实在没办法了。老板，人家可是财神的小女儿，您老人家就不能多上点心？随后他直接拿起了车钥匙，我开车，让小庞也跟着一起去吧。苏无忌这时候忽然想到了某个很关键的问题，明显沉默了一下。看到他的表情一肃，肖英磊说道：老板怎么了？苏无忌的眉头皱着说道：这一次枢纽资本突然大规模地把所有项目以极低价格转让给铃木银行，这说明了什么问题？肖英磊说道：说明铃木银行已经成为了华夏金融业最炙手可热的新财团了，未来开展业务会非常顺利。苏无忌摇了摇头：不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肯定有人嗅到不正常的味道。如果嗅到这味儿的人是老财神的仇家呢？嗅到味道的也有可能是老板的仇家。肖英磊说道：我立刻给小格雷打电话。苏无忌眯了眯眼睛：离开黑暗世界那么长时间，最基本的嗅觉都快要丧失了，值得警醒。随后他发了一条信息出去，那边很快回了一条语音消息，内容只有4个字：我快到了。这语音消息的背景音有些许的杂乱。肖英磊这边，小格磊的手机已经打通了，接听者却并不是他。你好，我是云连山派出所的民警，有行人捡到了这部手机，在10分钟前刚刚交过来。电话那边说道。肖英磊说道：好的，谢谢您，警官，我们现在就去取手机。苏无忌看了肖英磊一眼：叫上小庞抄家伙耶。当苏无忌驱车前往云连山派出所之后，酒吧门口的那台劳斯莱斯也缓缓启动了。副驾驶上的人扭头看着后排说道：大人，您实在是没必要亲自来华夏，对于咱们杜卡罗而言，这里已经成了禁地。坐在后排的人浑身笼罩在阴影里，完全看不清楚长相。他淡淡说道：雷蒙情报局好不容易查到了这位影子天王，只要把这颗插在华夏大地的钉子拔掉，所谓的禁地就变成了广阔的星辰大海了。听了这句话，坐在副驾上的男人面露震惊。什么？那个年轻的华夏男人竟然是游侠组织里那位神秘的影子？不仅我们在找他，黑暗世界的几个大势力也一直要把这家伙给挖出来。这后排的男人说道：今天晚上，黑暗世界的荣耀将由杜卡罗来守护。这句话的语气淡淡，但是其中的杀意却让车厢里的温度都陡然下降了许多。然而这时候副驾男人接了个电话，随后面色变得更难看了。他扭头说道：大人，高利亚被苏格兰场抓了，英伦3岛偷渡链条全部被破坏，甚至……后排男人的声量陡然间提高了许多。甚至什么数？甚至皇家军工集团的那位非洲区总裁也暴露了。砰！后排男人的拳头重重捶在了座椅上，那劳斯莱斯的昂贵座椅瞬间被捶爆，海绵混合着真皮碎片纷飞，充斥了整个车厢。苏无忌和肖英雷赶到了云连山派出所，拿回了小格雷的手机，但是却并未在周围找到对方的身影。肖英雷坐在驾驶座，重新发动了车子。我们去他家里看看。小格雷就住在云连山上的一幢独栋别墅里，这里的一幢房子价值起码上亿，而且有钱还不一定能买得到。
这小丫头片子自己一个人住这么大的房子，也不嫌害怕。苏无忌嘴上这么说，其实心里是有点内疚的。这一段时间以来，自己对这个小葛磊的关注确实太少了些。到了葛磊的那间别墅门前，苏无忌眯了眯眼睛，情况有点不对，小庞跟我下车，英磊在车上等我。他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葛磊的院门是敞开的，客厅大门也是开着的。可是房间里面黑乎乎的，并没有开灯。苏无忌和小庞下了车，肖英磊保持着车子的发动，手放在腰间，已然握住了一把手枪。苏无忌进入了客厅，并未立刻开灯，可也能够看出来，整个客厅已经被翻得乱七八糟，变成了一片狼藉，就像是招了贼一样。两人迅速搜索了所有房间，并没有找到小葛磊。回去上车呢？苏无忌沉声说道。小庞率先离开了客厅，跑到了桑塔纳的旁边，但并未立刻上车。因为这时候苏无忌走出客厅，忽然一转身，大臂猛然一扬，唰，一道紫色剑芒仿若在夜空之下瞬间蔓延的闪电，直接劈出了100多米。下一秒，100米外的另一栋别墅顶层当场溅起了一道血光，一个人影惨叫了一声，随之栽了下来。小庞已经大步冲到了此人的跟前，将之从地上一把抓了起来。这家伙穿着黑色的紧身夜行衣，肚子已经被紫色软剑前后对穿。苏无忌走到跟前，直接把软剑拔了出来，带出了一道血溅，让那人痛得控制不住的打了个哆嗦。人哪说？他抓住了对方的脖子，冷冷说道。这强烈的杀意让黑衣人仿若置身冰窟。逃到云连山里了，但你们就算是找到，肯定也死透了。他被打伤了，伤势很严重。这黑衣人说道。我全都说了，你不要杀我。然而下一秒，他的身体便狠狠僵直，因为紫色软剑一闪，直接从他的大腿上削下来了一大块肉。剧痛让这男人已经控制不住的开始颤抖了。你们是谁？来了多少人？苏无忌眯着眼睛说道。他的确是有些担心小葛磊，但苏无忌知道，这丫头可没有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尤其是身手方面。而若说苏无忌没有一丁点针对身边人的安全措施布置，显然是不可能的。之前发出去的那条信息就是安排。杜卡罗，这男人疼的声音都在发颤。从我们得知了全球副总裁亨克里斯被抓到了华夏开始，这一场报复行动便展开了。亨克里斯是杜卡罗明面上的2号人物，主管全球作战计划。然而由于最近在华夏接连折戟，所以才到了缅北，准备酝酿对华夏的大反攻，却没想到出师未捷身先死，所有计划一个都还没来得及实施呢，直接稀里糊涂的栽在了苏无忌的手上。虽然亨克里斯在杜卡罗内部的地位很高，但这地位并不是按照武力值评判的，他的真正角色类似于杜卡罗的参谋长，而杜卡罗的最强战斗力则是在猎杀者体系里。你们背后有高人啊！苏无忌眯了眯眼睛，今天找上门来的并不是财神的仇家，而是杜卡罗。事实上，对于杜卡罗组织的报复行为，苏无忌其实一直是有所防备的。他已经通过国安知会了出入境部门，加强入境的安检与排查的力度，宁认抓错也绝不放过。这抓捕力度堪比之前在临江全省排查黑水公司的特工。这几天来，杜卡罗的猎狗虽然没抓到，倒是有不少逃犯
落了网。而现在，杜卡罗居然还能直接对小葛磊动了手。对方所选择的目标不是肖英磊，也不是宋之瑜和龙清河，这和以往那些想要通过人质来钳制住苏无忌的杀手们都不一样。事实上，在平时，苏无忌和小葛磊的见面并不频繁，联系也不密切，起码从表面上看起来，双方就是老板和员工之间的关系。在不知情的外人眼中，他们绝对不是朋友。若说有什么暴露的可能，那就是前一天带着小葛磊吃了顿饭，在饭局上狠狠踩了奥尔克和穆红轩。如果真是这个原因，那只能说明杜卡罗的背后有高人，反应和布局的速度真的太快了。说完，苏无忌又是手起剑落，这个黑衣人的整块小腿肌肉也直接被削飞了。由于大量失血，他的嘴唇已经泛白了，面无血色，在不停地打冷战。你们这一批拦了多少人？苏无忌说道。这黑衣人说道：14个猎杀者，其中有一个6星，你的那个手下就是被6星猎杀者打伤了。传说中的6星猎杀者。苏无忌眯了眯眼睛，实力堪比上人。是的，数量极少，我很配合你，能不能饶了我？我只是4星，对你造不成什么危险。这个猎杀者艰难地说道。他觉得自己浑身脱力，体温在渐渐降低，快要喘不上来气了。最后一个问题，苏无忌说道。此次率队的是谁？猎杀者全球总教官博洋。这一名4星猎杀者说道。全球总教官，这是杜卡罗明面上的第一强者，那些5星猎杀者都是他教出来的。甚至有传言，这个博洋如果有一些野心的话，再过20年，绝对能成为黑暗世界天神级的人物。而最适合他的那个角色，就是战神。苏无忌手腕一抖，随手一剑，直接割开了此人另外一条大腿的肌肉，随之被切开的还有腿上的大动脉。这名猎杀者的眼光瞬间开始变得绝望了起来。苏无忌一把扯下了挂在他衣领上的微型通讯器，说道：博洋，我知道你在那边听得见。一道沉沉的声音从通讯器中传来：影子，你似乎快成为那帮混蛋游侠的骄傲了。苏无忌呵呵一笑：我会把你找出来的。博洋说道：在你找到我之前，你会眼睁睁地看着你的那些手下和朋友一个个的死在你面前。而这时候，一道话外音从通讯器中传来：大人，不好了，猎杀组汇报，6星猎杀者在云连山北侧遭遇强力阻击，1名5星和5名4星猎杀者已经阵亡。谁阻击就杀了谁，一个不留。博洋的声音再度响起，但明显是强忍着怒气。不愧是喜欢在背后运筹帷幄的影子，连我这种突然的袭击都能被你提前防范到。苏无忌眯了眯眼睛：不，我考虑的还不够全面，不然的话你根本就不会出现在华夏。强大的影子，对于和你的交手，我拭目以待。博洋说完这一句，通话立即被他切断。苏无忌对肖英磊示意了一下，车子立刻调转方向，准备从别墅区的另外一扇门驶出。出去之后，正对着的就是云连山北侧。上车之后，苏无忌问道：我能打得过博洋吗？小庞先开口了：不能。苏无忌没好气地说道：我没问你，你知道个屁。肖英磊说道：老板，小庞可能没说错，您前年
不是把他扔到南太平洋的库克群岛上了吗？当时杜卡罗的猎杀组正在岛上集训，小庞遭遇猎杀组的车队，恰巧博洋就在车上，当时和这个总教官有交手。苏无忌一皱眉头，这么大的事情没跟我说？小庞老板，跟你说过了，你当时只说了4个字，没死就行。苏无忌，当时结果是什么来着？肖英磊说道。小庞以力量见长，却在力量方面被博洋压制了，没撑过5招。小庞纠正道。第3招我就跑了。苏无忌看着窗外的山间夜色说道。当时的小庞还是个幼庞，现在再对上博洋，鹿死谁手还不好说呢。小庞，现在应该能撑过5招了。苏无忌，不要看轻自己。小庞说道。老板应该能撑过10招，再多就不行了。苏无忌，你放屁。小庞，老板，我憋着呢，还没放。苏无忌没理他，打了个电话。我在云连山北侧，小葛磊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他很厉害，防御极强，放在别人身上足以要命的重伤，对他来说居然只是吐了一口血而已。一道女人的声音传来，肖英磊有点惊讶地看了苏无忌一眼，他甚至不知道老板什么时候做出的布置。人找到就好。苏无忌说道。下次勤快点，再让我的人出事，我让你回不去东洋。电话那边的语气充满了不爽。你让我保护与你有关的所有人，我一个人能保护得过来吗？苏无忌冷笑。你一个人的确是不够，这不还有整个甲贺流吗？苏无忌又说道。拖住那名六星，我马上道谢谢。一听到他道了谢，钟其奈美的不爽消散了一大半。好，我再带着他兜圈子。而这时候，在黑暗世界的论坛上已经一片哗然，流量暴涨。因为在论坛上已经出现了一篇帖子，帖子内容就只有一句话：杜卡罗总教官博洋亲至华夏灵州，将于今晚斩杀游侠暗影天王。帖子署名雷蒙情报局。谁又能想到，远在华夏的灵州竟是在突然之间成为了西方黑暗世界的暴风眼。杜卡罗全球总教官博洋，这2个名词单拉出来，每个词有着无与伦比的震撼性。一个被预测成为未来战神的男人，向游侠那位擅长运筹帷幄的影子天王宣了战，这被黑暗世界视为了前辈对后起之秀的攻击与压制。论坛上的胜负赔率已经开出来了，认为博洋能够获胜的占据了90%，以绝对优势领先。毕竟这几年来杜卡罗战斗力的突飞猛进和博洋分不开干系，甚至有人认为他的战斗力已经足以媲美天神级的大佬人物了。而那位影子确实露面的机会太少，虽然很多人认为黑暗世界曾经的一些大事都和他有关，可那毕竟都是传言，细细想来确实没有当事人亲口证实过。这时候忽然有几笔大额资金涌进赌池，压住了游侠暗影。不过大部分人都不知道的是，这几笔大额资金全部来自于游侠神殿的4大天王。用崔西的原话来说，那就是认识影子那么久以来，从来就没见他展现过真正的极限。随后有一些小散户随之跟风压住，他们坚持认为神秘的影子说不定会获胜。如果这位影子的战斗力不够强的话，游侠神殿怎么会让他坐上了第5天王的位置？而这时候
雷蒙情报局再度发了的帖子，内容是：雷蒙情报局的 S 级调查官就在交战现场附近隐藏，将会实时播报暗影与博洋的战况。这个帖子一发出来，更多的人随之涌入论坛，流量瞬间爆炸。此时，博洋所乘坐的那一台劳斯莱斯已经抵达了云连山脚下。车门打开，他下了车，望向被夜色笼罩的山顶，两道锐利的狠光从他的眼睛里释放出来。华夏，博洋沉声自言自语：我当初像狗一样被你们撵得到处跑，新仇旧恨今日一起报了。说完，他迈步走上了台阶。在经过山门前那个刻着绝世云莲的著名奇石的时候，博洋猛一抬手，拳头砸在了那块石头上。轰！那2米多高的巨石直接4分5裂，碎块炸出了几十米远。当烟尘消散的时候，博洋的身形已经不见了踪影。而这时候，苏无忌正在云连山北侧，前方的气爆声把他吸引到了这边。10几个身影正在山林间迅速翻飞，在追逐着一道偏仙之极的流影。最前方的那道身影如同黑色流光，速度快到了极致，哪怕是错综复杂的夜间山林也没有阻挡他半分的脚步，甚至他时不时的还能利用极致的速度绕回来，从那些杜卡罗猎杀者的身后进行袭杀。这就是钟崎奈美。苏无忌已经和宋鹤鸣达成了协议，让这个很懂礼貌的波尔霸上人暂时为自己所用，就当是自己为调查局免费干活的报酬。而这时候，苏无忌看到了一个靠在树干上喘着粗气的身影，正是小格雷。他还是穿着那身黑色的运动服、大裤衩，脚上是另外一双限量版的 AEJ， 一双能换一台保时捷718。苏无忌一直觉得小格雷的打扮实在是没脑子，这么贵的鞋子穿在他的身上，根本没人会以为是真的，他就该买一台保时捷，然后穿高仿鞋，哪怕天天不洗脸，也没人以为他的鞋是假的了。你的情况怎么样？他立刻跑过去问道。此刻格磊的嘴角溢出鲜血，配上那吐了口红的嘴唇，显得更加猩红。小伤而已，后背被那个6星猎杀者打了一拳。格磊似乎满不在乎地说道。他的左眼镜片布满了裂纹，额头上还有个很明显的红色肿包。当时小格磊被那一掌打飞出去之后，脑袋居然接连撞断了2棵树，所以这才让钟崎奈美有些惊讶。这放在别人身上，必然是当场被打死，或者被撞死的下场，而他居然只是脑袋上起了个捞，轻描淡写地吐了口血。这血条也太厚了吧，这什么身体素质，还有没有天理了？那一刻，就连身为上忍的钟崎奈美都感觉到了强烈的不平衡。毕竟由于功法原因，钟崎奈美极其擅长速度，攻击效率极高，可相应的，她在防御这方面就有点弱了。苏无忌直接把小格磊横抱起来。跟我整，他说道。你抱我干什么？小格磊哼哼道。放我下来，我自己能走呀，我可没那么弱。你闭嘴再挨一下怎么办？苏无忌没好气地说道。你爸到时候还不把我给砍了？格雷不满。原来你是怕我爸，不是怕我受伤呀。苏无忌呵呵。你受伤了才好，就没人管着我花钱了。然而这时候一道破风声忽然从背后传来，一名猎杀者发现了他们的踪迹，迅速飞掠而来。苏无忌抱着小格磊
头也不回，声音平静：“小潘，你是……”轰！一道高大的身影已经带着一股强烈的气浪，越过了苏无忌，迎上了那名猎杀者。砰！巨大的气爆声响起，小庞的重拳已经结结实实地砸在了这猎杀者的胸口。后者冲过来的很快，倒飞出去的速度更快，他接连撞断了好几棵树，咔嚓咔嚓的声音响成了一连串。小葛磊缩在苏无忌的怀里，看着面前这张年轻的脸，说道：“虽然人是小庞打的，但我觉得你刚刚还有点小帅。”苏无忌冷笑：“呵呵，终于发现本老板很帅了。”小葛磊说道：“一点点而已。”他的伤势是真的不怎么重，完全可以自己走路，但小葛磊的体力消耗不小，此刻不禁觉得被老板这么抱着还挺舒服。打斗声渐渐远去，似乎钟其奈美已经把那10几个猎杀者给引走了。苏无忌借着月光看到了小葛磊嘴角那未干的血痕，又看了看对方的红唇：“你这口红什么色号的？”小葛磊：“我不知道什么色号，也不知道好不好看。”苏无忌：“那你还买？”小葛磊：“主要是贵。”在一旁听见这对话的肖英磊不禁觉得，这一对老板和员工真是绝配，都什么时候了，还有心情聊口红。老板，看前面。肖英磊指了指前方，在视野尽头出现了一个高大的身影，正沿着云连山公路缓缓走来。这个家伙看起来起码得1.9米，身高臂长，穿着一身深色迷彩服，足蹬作战靴。他没有带枪，腰间也没有插着匕首，就这么赤手空拳地走过来。此人的脚步不疾不徐，但是每一步似乎隐隐引起了地面的震动，就像是有一股力量被注入地面，然后直接朝着苏无忌的方向延伸过来。如果仔细看去的话，会发现他这一步踏下去，已经有蜘蛛网一样的细密裂痕从脚印下方蔓延开来。这是肆无忌惮地释放着自己体内的储备力量，并且对力量的运用已经达到了极高的程度。苏无忌眯了眯眼睛，不愧是名声在外的总教官，果然厉害。他把小葛磊放下来，肖英磊一把将他拉进车子里，直接掉头离开。小葛磊趴在后排的座椅靠背上，看着那个直面博洋的年轻身影，眼光里闪动着些许不知名的光。肖经理，我们就这么走了，不管他了。肖英磊专注开车，他说道：“老板是皇后酒吧的最强战斗力，最强的敌人，当然交给他。”小葛磊说道：“可是最强战力不是小庞吗？”肖英磊微笑道：“你听谁说是小庞的？老板这混蛋平时总是对小庞说，要不是我打不过你，我就怎样怎样的。”小葛磊说道：“我明白了，他是扮猪吃老虎。”肖英磊却轻轻摇了摇头：“不管有没有扮猪，这次是真正的老虎来了。”可是老板不是很擅长用脑子吗？他就不能布下一个针对博洋的圈套？小葛磊说道：“肖经理，你最懂他，你一定知道答案。”车子拐了个弯，小葛磊已经看不到苏无忌的身影了，他却仍旧扭头看着后方，似乎想要用自己的眼光给那个讨厌的家伙一点点支援。肖英磊说道：“原因很简单，因为用脑子用多了之后，也想用一用拳头的。”小葛磊：“我勉强明白你的意思，但觉得没必要。”老板是我见过的最强天才，
可是却也卡在瓶颈很久了。萧英磊说道：他需要有人来逼出他的极限，而这个博洋是最好的选择。小葛磊沉默了10几秒，才说道：是个傻子，也是个疯子。萧英磊说道：还有，你刚刚有一点说错了。哪一点？萧英磊道：最懂老板的不是我，而是朴妍希。几分钟后，车子驶到了接近山顶的位置，萧英磊停了车，从后备箱里取出来一把狙击枪，道：小财务，你跟我一起。这时候中崎奈美还被10几个猎杀者追击着，他利用极限身法已经迂回拉扯着干掉了4个人，把所有的攻击火力都吸引到了自己的这边。但是那个之前打伤了小葛磊的6星猎杀者却如影随形，哪怕中崎奈美凭借极致速度暂时甩脱，但他只要稍稍迂回一下，就会被这家伙追上来。这个猎杀者手持长刀，此刻就在中崎奈美身后几米处。砰砰砰！这时候后方已经有猎杀者开枪了，子弹打出了提前量，射向了中崎奈美下一步将要踏足的位置。如果他还继续往前冲的话，必然身中数弹。在这个关头，这位东洋上忍生生地扭转身形，一个无比漂亮的翻身，强行改变了行进的方向。可是这么一翻身之后，那一名6星猎杀者的长刀却已经极为凶狠地劈过来了。那刀芒极为凶狠，速度极快，霸道无比。只要中崎奈美落地，绝对会被拦腰而斩。那名6星猎杀者的表情已经变得无比狰狞，他似乎已然看到了中崎奈美血溅五步的情景。可这时候，似乎有锐利的破空声传来，唰，吭，一道利剑宛若黑色闪电，穿山越岭而来，极为精准地射在了这名猎杀者的刀身之上。这一剑命中了长刀，使得刀芒发生了严重的偏移，而剑身之上竟是蕴含着极为强大的力量，甚至差点让这猎杀者的长刀脱手飞出。这猎杀者的眼睛里满是震惊之意，立刻一个翻身，暂时放弃了追杀中崎奈美。而那一支长剑在与刀身相撞之后便改变了方向，接连穿透了3棵树，消失在了茫茫的山林间。中崎奈美躲过了一劫，落地之后没有任何停留，直接翻身而起，3枚手里剑直接甩向了那名6星猎杀者。而紧接着他欺身而上，反手从背后拔出了长刀。那名6星猎杀者挥动长刀，打飞了2枚手里剑，而第3枚却命中了他的左边肩膀。而这时候，中崎奈美的长刀已经劈到了他的面前。这名猎杀者举刀格挡，2人的长刀重重碰撞在了一起，火花四溅。可事实上，长刀只是佯攻，实际上中崎奈美的膝盖已经重重地撞在了这名6星猎杀者的胸口。哪怕中崎的力量不如同级别的男性，可他毕竟是上人，这么一击之后，那猎杀者倒飞而出，接连撞断了好几棵树。这时候又有2名4星的猎杀者举起枪，想要攻击中崎奈美。可是他们还没来得及扣下扳机，便有一支长剑从杂乱山林的树木间隙高速掠过，如同带有高科技制导一般，直接精准穿透了他们的咽喉，一箭射穿2人。苏无忌看着面前的高大男人，笑了笑说道：博洋，如果不是你来，我或许还有点失望。这个总教官走了200米，身后的路面已经全部布满了裂纹。
他双手背在后面，打量着苏无忌，这动作就像是战场的老兵在打量着新兵。你就是影子。博洋看着这青年的笑容，声音愈发变沉，说道：年轻的有些过分了。苏无忌说道：在你面前，年轻确实是优势。博洋淡淡说道：你是天才，可黑暗世界每年都能迎来很多天才，每年也都有很多天才陨落，你能走到如今这一步已经算是很不错了，可是也就止步于此了。苏无忌说道：咱们别废话，直接开打行不行？博洋打量了一下面前的青年。你的武器呢？苏无忌在身上，但我暂时不想用。他的眼神里已经开始充满了战意，整个人的气质也似乎变得凌厉了起来。博洋终于把手从背后拿了出来，他活动了一下那蒲扇般的手掌。这就是我的武器，我用我的拳头打碎过无数年轻人的脑袋。小庞站在一旁，瓮声瓮气地开口：老板，你不用我来帮忙吗？苏无忌没好气地说道：我刚刚酝酿好的气势差点被你打破了，你闭嘴行不行？小庞说道：老板，我判断错了，你应该不只能撑过10招。博洋闻言看了小庞一眼，随后唯有诧异，冷笑道：竟是你小子，能活着从我手底下逃出去的人可不太多，我到现在还记着你呢。显然，小庞虽然当时扛了3招就果断逃跑，但能从博洋的手底下逃出来，似乎已经是一件值得自傲的事情了。可是这时候，博洋忽然间往前跨了一步，简简单单的一步，没有发力，却似乎瞬间来到了苏无忌的身前。之前那一条被他踏出了无数蛛网的路，此刻已是腾起了无数烟尘，宛若一条择人而逝的烟雾长龙。可是下一秒，苏无忌的身前忽然出现了一个高大的身影。老板，我来。小庞说道，他的声音仍旧平静，但是重拳却无比暴力。那拳头一出，气爆声已然在拳头前方炸响，仿若闷雷。若是实力稍差一些的人在这儿，耳膜必然都被当场震破。在灵州，小庞还从来没有在一拳之上动用过那么多的力量，哪怕上次面对领风组的高级武士，他也没有轰出过这么大的动静。可面对这一拳，博洋一步不动，只是张开了手，大臂一扫。这动作看起来很简单，就像是在抽别人的耳光一样。砰！博洋的手精准地抽在了小庞的拳头上，这手掌上所蕴含着的力量简直惊人。小庞那足以开经裂石的超级重拳，竟是直接被打偏了，甚至连带着他整个人都朝着一旁栽了过去。而博洋却猛然一抬腿，这条腿如钢鞭，作战靴直接抽向了小庞的头颅。这对他来说绝对不是全力，甚至看起来还有一些轻描淡写的感觉。可对于普通人来说，这就太可怕了。这位杜卡罗的猎杀者总教官简直就是个屠戮生命的战争机器。在这危险之际，小庞那庞大的身躯却完成了一个不可思议的急速转身，避开了头部要害，重拳狠狠砸在了博洋的鞋面上。无边的气浪以拳脚相交之处为圆心，朝着四周爆炸式扩散。小庞的身影已然翻飞出去10几米，栽落在了山林之中。而当博洋一抬头的时候，比小庞那一拳更加狂暴的气浪已经扑面而来。是苏无忌出手了。他的拳头一出，之前小庞与博洋那一次对撞所激起的烟尘
瞬间被轰散，甚至就连博洋身后的那一条烟雾长龙都瞬间被击散了一大截。不错，博洋淡淡说道。是的，面对如此狂猛的一拳，他居然还有余力进行评价。在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博洋的手已经在身前张开，苏无忌拳头之上所附着的所有力量便毫无花哨地轰在了这手掌之上，由无数道细小的力量所组成的气浪朝着四面八方汹涌扩散，两人脚下所站立的水泥路面直接被全部轰碎。现场已经变得目不能视，只有无穷的气爆声传入耳中，就像是这一片区域已经被一团积雨云所笼罩，无比密集的闷雷不断炸响，震颤着云连山的夜色。小庞这时候已经从山坡下爬了上来，他甩着仍旧发麻的左臂，看着眼前的情景，甚至忘记抹去嘴角的一丝鲜血。判断失误，老板比想象中要厉害。小庞说道。话音落下，一道身影已经从交战的烟尘区域倒飞而出，重重地砸落在地，又在地上倒着滑移出了10几米。正是苏无忌。他的后背所压过的水泥路面也全都变成了细小的碎片，压过多少米，身下就出现多少米的蛛网裂痕。博洋缓步从烟尘中走出来，面色沉沉地看了看倒在地上的苏无忌，说道：你还不错，轰出了100拳，竟然还能有18拳轰在我身上，算得上是天才中的天才了。苏无忌吐了一口血，全吐在了自己的胸口。他坐了起来，抹了一把嘴角的血迹，呵呵一笑。天才算个屁，无数人告诉我黑暗世界最不缺的就是天才。博洋往前走了一步。你比黑暗世界里的所有年轻人都强出了一个大档次。此刻他的眼睛里已是杀意涌动了。你若不死，必然是整个杜卡罗的心腹大患，甚至黑暗世界的新秩序都将因为你而崩塌。博洋冷声说道。苏无忌慢腾腾地爬起来，动作看起来稍有艰难。什么新秩序？在我看来不过是新一代野心家的自嗨罢了。他揉了揉自己的胸口，咳嗽了几声，冷笑道：不过你这个评价也太看得起我了。我既然来了华夏，那么一切都结束了。博洋说道。小庞再次站在了苏无忌和博洋的中间。老不死的。于是苏无忌惊奇地发现，小庞竟然会骂人了。这庞你让开我来。苏无忌说道。这不是你这种菜鸟能够参与的战斗。小庞则是盯着博洋，头也不回地说道：老板，我不让开，我爸说过，要是有人想杀你，只能从我尸体上迈过去。这木讷的声音似乎透出了一股一往无前的决然。你得分时候。苏无忌没好气地说道：这是你逞英雄的场合吗？给我让开。博洋难得笑了一下。很好，既然如此，我便送你们主仆2人一起下地狱。然而他的话音尚未落下，小庞却已经冲到了面前，狂暴的重拳再度轰了出去。苏无忌摇了摇头：算了，2打1好了。说着他也加入了战团。皇后酒吧，一个卡座上坐着7、8个男人，其中一人穿着唐装，表情沉沉，正是苏无羡。他抬手指着对面的男人说道：有你这么对孩子的吗？无忌才多大，你让他独自一人去面对博洋，你疯了。被无羡大爷指着鼻子骂了10分钟的，正是苏无忌的老爸苏瑞。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我当年不也是这么过来的吗？
苏瑞说道。不，我比无忌可惨多了，我还被丢在孤儿院里，没爹没妈的。苏无羡简直要被气糊涂了。你当年能跟无忌比，你在他这个年纪的时候，博阳一拳能把你的屎打出来。苏瑞咧嘴一笑，我也没那么菜啊，我早就退隐江湖了，未来的路是苏无忌自己的，我都替他把危险摆平了，他难道要当个吃喝玩乐的纨绔吗？大哥，咱们真不出手帮忙了。说这话的是养老院的物业经理周显威。不帮，不能像某人一样惯孩子。苏瑞斩钉截铁地说道。苏无羡抓起一个酒瓶就要砸向苏瑞，被物业的几个人连忙拦了下来。苏瑞，你不帮忙也就算了，还故意把我骗到这里，盯着我也不要帮忙。苏无羡没好气地说道。信不信我现在就去找老爷子告状？别！苏瑞实在是怕了大哥告状这一招，他对周显威说道。问问婉欣来了没，让他把东西带给无忌。说着，他拍了拍手边一个长方形的盒子，强烈的气爆声不绝于耳。云连山的月光似乎都在打着颤。从交手到现在，小庞已经被博阳打飞出去4次了，但还是凭借着极厚的血条一次次的顽强冲回来。只是他的速度已经无法控制的减缓了，那如山的气势比起之前来要削弱了许多。由于和博阳硬碰硬的对轰了数拳，小庞的2条胳膊沉重到都要抬不起来了，脸色明显发白，拳速更是有着相当明显的变慢。他最引以为傲的暴力输出，恰恰也是那个博阳最擅长的事情。每一次硬碰硬都是对小庞的巨大消耗。此时，相比较于小庞胸前的那些血迹，博阳只是迷彩服上沾了不少灰尘而已，实际上根本看不出半点受伤的迹象来。甚至与苏无忌和小庞交战好几分钟，博阳近乎于一直站在原地，脚步从不曾后退一下。也不知道是不是由于自恃身份，还是由于那俩小子逼不出他的步伐，博阳在绝大部分的交手过程中都没有主动出击，就等着他们一次次的冲上来。起码现在看来，双方的实力差距着实是太大了。这位总教官似乎有一种遛狗的心态，从来没把苏无忌和小庞当成真正的威胁。小子，这3年来你进步了不少。博阳盯着小庞沉声说道。可惜你不能活得久一点，否则的话，黑暗世界的顶级战力榜里必有你一席之地。小庞瓮声瓮气地说道。谢谢夸奖。说着，他浑身的劲气鼓动，更多的力量被从身体深处牵引出来，涌向双拳。周遭的空气似乎都产生了肉眼可见的微微震荡。见此，博阳微感诧异，你怎么还有力气？在他看来，自己已经彻底把小庞消耗一空了。可是对方此刻的表现似乎还能再坚持上一轮。这些力量源源不断，仿若一眼永远保有生命力的活泉，究竟是从哪儿冒出来的？最关键的是，自己明明每次都能把小庞轰出很远，但这家伙似乎并没有出现骨折的迹象。哪怕这家伙的拳头与自己的重拳正面相撞，也顶多是皮肤崩裂流血，手指指骨仍旧没有任何的变形。这是什么变态体质？防御未免也太厚实了。老板说过，我就是力大无穷这4个字的字面意思。小庞用手背擦了一下嘴角的鲜血，说道。老板还说，想要克制我的力量，必须用巧劲，简称巧克力。他此刻的语气竟是有些艰难。
你老板还说什么了？小庞一脸认真。老板说过，我永远都不知道我自己有多少力气，简称不自量力。博洋觉得自己不远万里来到这儿，居然被当成了傻子对待，简直忍无可忍，用华夏语骂了一句：你们现在去死吧，两个傻逼！说完，他浑身的力量也是涌动起来，周围的灰尘已经无风自舞，看那静气的体量，怕是小庞的数倍以上。小庞面无表情：没事的，老板经常说我傻逼。你给站我一边去，扯什么蛋呢？苏无忌没好气地一扯小庞的胳膊，随后自己占据了正面抗衡的位置。在之前对战的过程中，苏无忌也被打飞了2次，每一次他的身形都在路面上离出一道宽达半米、长达10几米的浅沟来。此刻他的后背衣服已经快要变成烂布条了。而这时候博洋往前跨了2步，他的重拳已经携带着狂猛的灰尘龙卷来到了苏无忌的身前。在这重拳即将落到苏无忌的胸口之时，后者却从原地消失了。确切地说，苏无忌以不可思议的速度直接腾身一跃，身形在空中翻了一周，往博洋的身后落去。人在空中，他的拳速陡然变快，仿若炸出了数十道幻影。这身法速度和攻击速度居然比起之前又提升了一个大档次。而博洋直接转身，根本不防守，重拳直奔空中的苏无忌，毫无花哨的轰出。短短几秒钟，双方的拳头不知道碰撞了多少下。而苏无忌的攻击所形成的残影，终于有一道幻影凝聚成了实体，穿过了博洋的双臂，狠狠落在了博洋的胸口。对于他来说，能完成一次命中，似乎已经是相当不容易的事情了。在整个交战过程里，苏无忌平均7、8拳才可以有一下落在博洋的身上，可只要命中对方之后，且不论有没有造成伤害，基本上就立刻被博洋抓住机会反击。面对对方的暴力重拳，苏无忌除了调集全身力量硬抗之外，根本没有任何办法。砰砰，接连2道气爆声炸响。苏无忌这一下命中了博洋，可后者的重拳几乎是同时落在了他的胸口上。无尽气浪因此翻飞而起，周边烟尘再度腾空，仿佛在原地炸开了一朵小型的蘑菇云。两人各自对轰了一拳之后，博洋稍稍后退了一步，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胸口，眼神阴沉。苏无忌再度倒飞而出，又在地上离出了10几米。他疼得倒吸冷气，感觉浑身的骨头都要散了架，双手的指节都已经变得血淋淋滴了。博洋盯着苏无忌，刚想说什么，可话未出口，却忍不住地轻轻咳嗽了一声。这声音并不算大，可是在这气爆声刚刚消散的时候，这一声咳嗽显得无比清晰。此时黑暗世界的论坛上，帖子简直犹如瀑布般在刷屏。10几分钟过去了，现场的情况到底怎么样了？博洋到底有没有打死影子？不是有 S 级调查官在现场吗？怎么也不发个实时战报？雷蒙情报局都是一群只会吃屎的家伙吗？难道那个调查官已经被战斗的余波给震死了？而这个时候，雷蒙情报局终于再度发帖了。帖子的内容是：博洋的实力完全碾压，对影子花式吊打。今天游侠神殿必然损失一位天王。帖子后面居然还配了一张照片，是苏无忌
被打飞出去的画面。这明显是远景拉近的，而且没有开闪光灯，只能借着云连山的月色，人像模糊不清，但依稀能看到博洋那高大的身材，气势简直如山如月，不可战胜。一时间，压住博洋的人更多了。就在苏无忌被博洋再一次打飞出去的时候，砰！这时候，萧英磊开了一枪。400米之外，一个正在追杀中崎奈美的4星猎杀者应声倒地。枪口的火光暴露了萧英磊的位置，已经有2名猎杀者朝着这边包抄而来了。萧英磊又连续开了4枪，把这2人全部干掉了。第5个了，萧经理真厉害！小格雷喊道。一个中崎奈美，一个神秘剑手，一个狙击手，3人组成的远近攻击阵型，极大地消耗了猎杀者的有生力量。现在能够跟着那名6星猎杀者一起攻击中崎奈美的只剩4个人了。小波儿坝上人的压力已经骤然减轻。小格雷举着望远镜，目光随后落在了山路上的苏无忌身上，眼神里的兴奋随之转化成了担忧。这样打下去真的没问题吗？蠢死了！今天晚上苏无忌的表现让小格雷看到了以往从未在他身上见到的一面。你要相信老板，他什么时候失算过？萧英磊说道。小格雷双唇微抿，好像确实是。萧英磊的眸中金光闪动，他看着苏无忌重新站起身来，红唇翕动，轻声道：你有没有觉得此时老板的表现真的很吸引人？的确是比平时顺眼多了。小格雷点点头，眸光轻动，随后扭过头警惕地看了一眼萧英磊，问道：你被吸引的都是了？他鼻尖的淡雅清香味儿似乎比之前稍稍浓郁了一点点。萧英磊轻轻打了小格雷一下，继续盯着瞄准镜。胡说什么呢？都是大姑娘了，说话还没个正形。这小财物平时就是毒舌，嘴巴上都没个把门的，加上他从小就受外国教育，说起话来荤素不忌，开起车来不分场合，某些段子的尺度大得让人心惊肉跳。小格雷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胸口，可能永远都不会是大姑娘了，跟你可比不了。他重又举起望远镜，看着苏无忌居然又从一片尘土中站了起来，眼中的担忧重新涌出。有完没完了？怎么还要打？打不过还不能跑吗？萧英磊看着博洋那高大的身形，轻轻说道：没必要跑，老板可能是为了博洋这一碟醋才特意包的这顿饺子。而这时候，这俩姑娘同时抬起头，看向身后的夜空，因为从远处的夜幕之中已经传来了直升机的轰鸣之声。苏无忌和小庞的战斗力确实有点超出了博洋的想象。这位总教官又是一记重拳，直接把小庞打得飞出几十米，沿着山坡一路朝下滚，不知道响起了多少声树木被压断的声音。可没过1分钟呢，便又有脚步声从山坡下传了上来，真是个打不死的小庞。而这时候，苏无忌却再度站了起来，他吐了一大口血，盯着博洋说道：你有没有觉得自己的身体有些不那么对劲？确实，你居然让我受了一点内伤。博洋的面色无比阴沉。影子天王果然超出想象。说话间，他又咳嗽了一声，胸腔之中隐约有一股痛感在蔓延着。对于这位总教官来说，这简直是莫大的耻辱。
苏无忌之前轰出了好几百拳，起码有50拳都命中了博洋的身体。而博洋自是身体素质强悍，根本不设防，以攻对攻，认为苏无忌的拳头根本打不破他的防御。博洋盯着苏无忌说道：你怎么做到的？苏无忌甩了甩近乎没有知觉的双臂，说道：即便你的防御再强悍，也是可以被击破的，因为打中你的那几十拳，起码有40下都落在同一个地方。顿了顿，苏无忌又补充了一句：如果不是为了追求极致落点，你起码已经被打中100拳了。